小小梦魇绝对是无数玩家心中的独立恐怖神作。游戏构建了一个细腻真实又充满荒诞美感的暗黑童话世界，通过夸张扭曲的人物比例，还原了孩童视角下极具压迫感的成人世界。游戏没有任何文本和对白，但有关于剧情设定和隐喻的猜想却一直被玩家们津津乐道。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小小梦魇的世界。首先是2017年发行的系列开山作《小小梦魇1》。游戏开场在一片黑暗的迷雾中，一位身穿棕色和服、梳着日式发髻、戴着白色面具的高挑女子的身影越来越近，并缓缓看向镜头。在看清楚她的脸之前，穿着黄色雨衣的女孩在阴暗潮湿的行李箱里猛然惊醒，原来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而这个女孩就是灌入了小小梦魇游戏全系列的小六，她所在的地方是名为探厄号的巨大船艇。小六究竟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她的身世一直是系列未解之谜。在此时此刻，小六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逃离这里。他打开随身携带的火机，凭借这唯一的光源穿过了长长的楼梯和通风管道，在一间房间里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受伤人影，并里有他脚下的凳子，打开了门，继续向前。注意这个门上的影信，他就会在后续的流程和其他作品中以各种形式独自出现，这也是揭开系列最终秘密的钥匙之一。在打开废弃冰箱的时候，一只头顶呈锥形像是蘑菇的胆小生物被吓跑了，这是一种叫做诺姆的小精灵，也是孤独的小六在探厄号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友善生物。小六发现这个区域像是一座巨大的儿童监狱，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地上蠕动的水蛭以及通电的铁门，稍有不慎这些都会置他于死地。甚至在过道里，小六发现了一只和之前门框上形状相同正在环顾四周的巨大眼睛，如果被他发现就会被瞬间石化。已经有其他和自己差不多大想尝试逃跑的孩子变成了石像。不仅如此，小六还看到了远处一名手臂异常细长、头部巨大的怪物将一个笼子拖进了房间。在一间卧室里，小六发现了被抓起来正在睡觉的孩子们，但这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他抓紧躲在了床下。来的正是之前他看到过的长臂怪物守门人。在躲过他的巡视之后，小六继续逃亡。然而第一次饥饿的痛苦也席卷而来，那时候的小六还没有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好在一个陌生的男孩透过铁栏递给了他一个面包，小六看着他，对他表示了感谢。接住这个男孩，他还会在之后再次出现。小六继续深入，但饥饿感依旧如影随形。他在一间幽闭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块肉，饥饿难忍的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有意识到这是守门人为他准备的陷阱。就在小六吃肉的时候，守门人关上牢笼抓住了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小六看到了周围其他被抓的孩子们，他们都被关进了同样的铁笼，而其中一个已经被守门人拨走，但用力撞击让笼子掉落摔开，得以逃脱。在一间加工房里，小六终于看清了守门人的样子，并发现他正在把孩子们裹起来堆在箱子里。守门人似乎没有视觉，但听觉却异常灵敏，小六发出的细微声响惊动了他。情急之下，小六跳进仓口躲避守门人的追捕，掉进了一个堆满行李箱和鞋子的堆放区，而这里的每一双鞋子都对应着一个被裹起来送走的孩子。这些孩子最后又去到哪里了呢？在返回上层的路上，小六再次遭遇了守门人，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利用电视吸引了守门人的注意力，并最终用防水门切断了他的双臂，彻底摆脱了守门人的威胁。之后，小六钻进了将打包孩子们送往各个区域的传送带，并抓住其中一个钩子向上移动。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远处一个体态臃肿、戴着厨师帽的怪物。小六顺着传送带来到了储藏区，这里到处是装着孩子包裹的箱子。不幸的是，饥饿再次袭来，而且比以往更加猛烈。小六环顾四周，看到了一只被困住的老鼠。在进入下一个区域之前，小六看到了地上的血迹，原来这里正是探号的后厨房。探号以海上生宴而闻名，小六也遇见了刚刚看到的正在准备盛宴的双胞胎厨师。他尽可能小声地穿过厨房，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原来作为食材被加工成各种食物的正是被裹起来的孩子们。在被双胞胎厨师发现后，小六冲向了传送带，并抓住钩子，再次逃离了这里。顺着传送带，他来到了探号外部，见到了久违的阳光。小六沿着船体继续向上攀爬，看到了一群体态肥胖的人形生物，像宾客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探号，他们都是为了盛宴而来。阳台上之前梦中的那个女人正俯瞰着这一切，她就是这场盛宴的主持，也是探号的主人夫人。
顺着房顶的吊灯，小六一路来到了炭号的贵宾区。宾客们像是在逃体中被贪你逼疯，疯狂大量的往嘴里塞进食物。但小六心里清楚，这些所谓的食物都是炭号抓来囚禁的孩子，而很多人在小六经过的时候也试图吃掉它。这些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洪流，对小六紧追不舍。用一盏挂灯，他成功脱离了危险。然而饥饿感再次袭来，小六迷茫地徘徊着，一个友善的诺姆给他递来了一根香肠。他虚弱地慢慢走近，下意识地伸手想要去拿香肠。而在回忆起这些食物的真正成分后，他转头看向了诺姆。值得注意的是，当小六吃掉诺姆的时候，高处桌子上一个小六身形的黑色阴影随之出现，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个阴影到底是什么呢？它同样是理解小小梦魇世界的关键钥匙。跑步之后，小六沿着电梯来到了夫人的私人区域，穿过了挂着许多画的楼梯，找到了正在哼着曲子的处理头发的夫人。然而小六不小心打碎花瓶，惊动了她，哼上声戛然而止，夫人也消失不见。小六找到了一个被木板封住的房间，并发现周围所有的镜子都被打破了。他拿上唯一一面完整的镜子返回了大厅，夫人正埋伏在这里等待时机下手。小六通过反射投射在客厅的光芒，让夫人痛苦地尖叫着被击退。注意，这束刚刚好投射在这里的光，我们后面还会再考。终于夫人失去力气倒在了地上，镜子也被打破，小六也被震晕了过去。再次醒来，饥饿的绞痛已经到达了顶点，小六慢慢地走进虚弱的夫人，咬住了她的脖子。当小六再次站起来时，一股黑暗的气场笼罩着他。夫人的力量已经在死亡时转移给了小六，他成为了探案号新的主人。小六打开大门，返回了宾客厅。随着他缓慢前行，那些宾客们再一次试图伸手抓他，然而他们被小六新获得的黑暗力量扼住，生命精华被吸收殆尽。一盏盏提灯闪烁明灭，贵客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在走廊尽头，一扇巨大的门打开，露出通往探案号甲板的出口。小六毫不在意身后的混乱，离开了探案号，消失在阳光中。在值日表之后的彩蛋中，小六靠在探案号的甲板上，耐心地等待着一艘船，而远处传来了传笛声，游戏也正式结束。而在 DLC 探案号的秘密中，还补充了关于游戏更多的细节。DLC 一共有3个章节，讲述了在小六完成转变的同时，新角色小兰尝试逃离探案号的故事。从她的头发、衣服以及喜欢抱腿蹲的姿势可以推测，小兰这是小六第一次饥饿时把自己的面包隔着铁栏分给他的那个陌生男孩。在逃离过程中，他一直通过监视器时刻关注着小六，并尽可能的帮助遇见了诺姆。在解救出所有诺姆之后，小兰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房间，诺姆们围坐在炉周边，温暖的光芒投射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影子也不再是尖尖的脑袋，而是一个个的孩子。和小六一样，他也遭遇了守门人的纠缠，又在即将逃出探案号的时候看到了夫人丑陋的正脸。正是因为不敢正视现在自己的丑陋，所以夫人才一直戴着面具，并打碎了房间里几乎所有的镜子。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留了一张完整的镜子，以此证明自己还是自己。之后小兰受到了夫人的追杀，并最终被夫人抓获，变成了诺姆。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所有的诺姆精灵都是逃跑失败的孩子们变成的，成为了为探案号提供动力的煤炭搬运工。之前炉火间被照射出孩子影子的诺姆们也早就暗示了这点。变成诺姆的小兰被夫人丢在了宾客区一个房间里，而那个房间中间正放着一根香肠。是的，在小六的故事中，第一次丢给小六面包，和小六一样被守门人抓住并拖走，以及小六在极端饥饿情况下吃掉的诺姆，都是 DLC 的主角小兰。小小木叶的故事强烈暗示了某种关于继承的轮回。从夫人的房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夫人和其他4位女人的肖像画，以及许多清晰的女孩照片。这说明曾经有数位夫人被击败，并被获得前任夫人力量的年轻女孩取代，就像小六吸收了夫人的力量那样。而在日益被这个世界同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变得越来越丑陋，直到不敢面对自己。探案号的运转需要夫人的力量，夫人的力量则通过吸收被盛宴吸引来的宾客补充，而盛宴的食材却又是孩子们。归根到底，整个探案号就是以孩子们为养料运行的庞大怪物，但这并非是探案号独有的成长方式。无论是船上的门框、挂画，还是夫人房间书柜里最重要的几本书，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眼睛的图案，这似乎是某种信仰或者统一的标志。这个眼睛还会在系列作品中多次出现。除此之外，
在守门人的房间里还有一幅特别的人像，这个人同样身形高大，驾驶着一艘木船漂浮在海洋上。这就是系列最神秘的角色之一——摆渡人。关于他们，我们留到后面结合其他资料一起分析。纵观整个游戏，不难发现，小六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反英雄特质。他道德观念相对模糊，并且很难对其他人产生信任，不会优先考虑或拯救被困在探案号上的其他孩子或诺姆精灵。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在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下独自生存并且逃离，甚至可以以他们为食。这和小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DLC 中，小兰会从探案号各个角落找到并解救迷失的诺姆精灵，和他们通力合作进袭警，并依靠诺姆们为探案号的熔炉嫁美而继续前进。作为一个孩子，小六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性格？他身上还发生过哪些残忍的故事呢？这就要提到在2019年只在手机上发布过的绩效木叶，这座才是游戏系列里先1代和2代实际上的最早发生的事件线，提到了小六最初的经历和转变。绩效木叶的内容并不复杂，故事同样开始于一个黄衣女孩的噩梦。她梦见为了躲避某个人，把自己锁在了棚屋里。起来后，女孩发现自己乘坐的气球坠落在了一座建立在悬崖上名为巢穴的豪宅屋顶。这里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眼镜符号，并且从挂画上可以看到这座豪宅的主人，一个独自生活在这里，会把抓来孩子们变成诺姆，并依照他们的样子做成玩偶，陪伴自己玩家人游戏的白发女孩伪装者。豪宅中有一整面墙上也挂着各式各样已经被做成了玩偶的孩子们的画像。在隐藏收集屋的一处房间壁画上，记录了和小小木眼一样，孩子们被眼睛变成诺姆的过程，结合1代中各式各样的类似图案。这说明夫人力量的来源正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除此之外，在巢穴一间诡异的房间里，一台电视播放着没有信号的静态画面，玩偶孩子们被放置在电视前，而中间的沙发位置显然这属于房屋的主人伪装者。他似乎沉迷于这种娱乐方式，或者说需要用这种方式和电视里的什么东西交流。在黄衣女孩逃跑的过程中，还遇见了另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孩，她就是小小木野系列的主角，真正的小六。是的，绩效木叶中的黄衣女孩其实是一位新角色。这时候的小六还保留着非常强的同理心，虽然没有和黄衣女孩一起同行，但在很多关键时刻，小六都会现身帮助她脱离险境。就在马上能离开巢穴的时候，豪宅的管家察觉到了黄衣女孩的出逃，并开始了对她的追捕。关键时刻，小六再次出现，帮黄衣女孩清除了路上的障碍。但就在找到可以暂时躲避的谷仓时，慌张至极的黄衣女孩没有等后面的小六，自己冲了进去，把小六锁在了门外，任由他疯狂的敲门。但意外的，黄衣女孩引起了伪装者的注意，她的反应极其激烈，尖叫着追了上去，甚至疯狂到不顾自身安危，跟着黄衣女孩在悬崖上攀爬。而小六也躲过了管家的追击，来到了悬崖的另一侧，却不小心彩虹跌落，怪在了悬崖的树根上。危急时刻，黄衣女孩还是救下了小六。伪装者继续追赶，把黄衣女孩逼到了悬崖上。小六看准时机，敲动一块巨石砸晕了伪装者，并伸出手想要拉黄衣女孩上来，但伪装者猛地站起身，发起了攻击。随后，伪装者和黄衣女孩双双坠入大海，溺水身亡。一截黄色鱼也浮上了水面，随着海浪飘走。在片尾字幕之后，小六跑向木筏，并去往了下一个区域。游戏结束，但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个黄衣女孩究竟是谁？之后的小六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伪装者会沉迷于没有信号的电视？能把孩子们变出诺姆的力量来源，眼睛又是个什么东西？想要解答这一切，我们需要把目光移到之后的时间线，也就是在2021年发布的《小小木叶2》。游戏同样以一场噩梦开场，一条逼仄阴暗的长廊尽头有一扇标于眼睛的门，随着视角越来越近，主角 Mono 在电视机旁醒了过来。相较于其他孩子， Mono 似乎经历过一些可怕的事情，因此头上会戴着浅棕色的纸袋，以此来逃避外部世界的恶意，获得片刻喘息。他穿过荒野，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房子，却意外发现了躲在这里抱着音乐盒的小六。Mono 抄起一把斧头，砍开门，救下了他。有了之前巢穴的经历，小六已经变得很难轻易相信别人，因此他在迟疑后，最终还是没有对 Mono 表示感谢，而是推开他跑了出去。之后他们一起合作尝试离开这里，却被囚禁了小六的蒙面猎人发现，一相追赶。他们顺着房子的木板来到了房顶，就在 Mono 差点掉下去的瞬间，小六拉住了他。两人一边躲藏一边赶路，来到了一间棚屋，而窗边正挂着一杆猎枪。他们通力合作，开枪解救了猎人。之后
他们用一扇木门当作木筏，飘过水域，来到了名叫苍白之城的城市。这座城市被乌云笼罩，到处散落着一些成套的衣服，仿佛这些人被瞬间抽离，消失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摆放着一些或破碎或完好的电视机，其中一些会在摩诺路过的时候被激活，播放起像巢穴电视里一样的无信号画面。摩诺似乎和电视有着某种联系，会在画面出现时像受到召唤一样被吸引着去触碰。而在触碰到电视的一瞬间，摩诺穿越到了噩梦中的长廊，他抑制不住的想要打开那扇带有眼睛标志的门，又被小六拉了回来。在继续赶路的过程中，他们还遇见了各式各样以故障信号形态存在的孩子黑影。神奇的是，摩农竟然可以通过触碰来吸收它们。这些黑影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摩农可以和电视以及黑影产生互动？无论是哪件事，都证明了摩农和这座城市有着某种强烈的联系。之后，他们来到了一所学校，这里被设置了很多冲着置人于死地而去的恶作剧陷阱。罪魁祸首就是一群拥有死者大脑袋的学生，他们有些甚至头部裂开，露出了里面的空心。小六不小心被恶霸们抓住，为了救他，愤怒的摩农拿起了一边的锤子，每见到一个就砸碎一个。在学校里还有更为恐怖的存在，一把脖子伸长像蛇一样弯曲的老师。在躲过他的搜杀后，摩农终于在厕所发现了被吊起来的小六，并救下了他。小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抗拒摩农，靠着他恢复了平衡。随着对摩农信任的不断增加，小六甚至会和摩农牵手一起赶路。两个人就这样离开学校，并在外面发现了一件黄色的雨衣。小六走上前去，动作缓慢的默默的穿上了这件黄色雨衣。此刻他的心里又在想什么呢？继续向前，他们到达了医院。在推开进入的一瞬间，摩农一个踉跄，差点掉了下去。好在小六又一次抓住并拉起了他。医院里到处是被肢解的像人体模型一样的病人，他们会在没有光照的时候突然移动，而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则是在天花板上活动体型臃肿的医生。两个人合作将医生引诱进焚化炉并杀死了他，随后进入苍白之城的中心并发现了黑塔。这是他通过无处不在的信号传输控制着苍白之城的居民，让所有人沉迷于电视，失去了自我。而当莫诺再次被电视吸引，尝试穿过隧道到达门口时，兽男出现了。小刘再次把莫诺拉回现实，但为时已晚。兽男从电视里爬了出来，两个人抓紧躲开。莫诺出现在床板底下，而小六却因为躲藏的位置不好被兽男发现。在即将被抓住的危机时刻，小六伸出手想得到莫诺的帮助，但已经吓坏了的莫诺根本不敢回应，只能捂着头缩在床底。小六也被兽男抓走。等兽男消失后，莫诺缓过了神，他对小六的保护欲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他决定找到并拯救小六。莫诺主动触碰电视，进入了里面的通道。这个通道似乎由血肉组成，并且穿梭的过程中，一只无处不在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莫诺。莫诺从另一处电视机里打碎屏幕摔了出来。他在苍白之城中穿梭，一边躲避兽男的追杀，一边寻找小六的身影，但一直没有结果。就在莫诺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在小熊灭一中就有的小六的故障黑影出现了，指引他找到了黑塔。莫诺摘下了自己用来逃避的帽子，和兽男展开了最终决战。在战胜兽男后，莫诺进入了黑塔。黑塔的内部被迷幻般的紫色光芒覆盖，他最终在一间墙上满是蠕动血肉的房间找到了小六。但连续被背叛了2次的小六，在黑塔的作用下已经被扭曲成了怪物，并抱着最开始在猎人木屋时的音乐盒不肯放手也不肯移动。为了能让小六恢复正常，莫诺拿起了锤子冲音乐盒砸了过去。每一次交击，小六都会变得更加癫狂愤怒，而莫诺也看到了小六的内心。
里面已经被抽离，空空如也。随着最后一锤落下，散发着迷幻光芒的银月河被摧毁，小六也恢复了正常的体型。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像是变了个人一样，这茫然地看着莫诺，仿佛从来都不认识他。随着银月河被摧毁，周围的肉墙开始剧烈蠕动起来，眼睛再次出现，他就是黑塔的真正核心。小六没有管莫诺，独自跑嗨，莫诺只能抓紧跟了上去。肉墙越来越膨胀，上面的眼睛也越来越多。小六率先赶到了电视传送门，但通往传送门的路却已经崩塌，身后的莫诺只能纵身一跃。小六像之前无数次那样再次抓住了他，但却没有像之前无数次那样再次拉起他。小六松开手，独自通过电视传送门逃脱，莫诺则掉入了肉墙的无底深渊，被诛仙包围。他坐在了一把孤独的椅子上，任由无数眼睛盯着自己。随着时间流逝，莫诺也慢慢长大，他最终长成了兽奶的样子，把自己关在了那扇带有隐形图案的门和走廊后面。这个和前作 DLC 小兰同样善良，同样擅长合作，并同样想保护小六的莫诺，最终也得到了同样的悲惨结局。而在全升级的游戏最后，小六通过传送门回到了外面，那个曾经指引过莫诺的小六黑影再次出现。他看到一旁以盛宴闻名的探案号的海报，明白了小六要去往的下一个地方，毕竟现在他的肚子已经饿了。小小木叶2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发布于2017年的官方原版漫画中，小六回忆了他是如何来到的探案号。一个身穿风衣、头戴灰色帽子、名为摆渡人的人找到了小六，并把他带到了探案号上。这个摆渡人也正是小小木叶1中守门人房间挂画上出现的黑色人影。而对于小六和摆渡人的到来，夫人其实早已知晓，还看着从海上赶来的他们若有所思，明白了新一轮的继承已经开始，一切都是宿命中的一环。而另一边莫诺的最终结局又如何呢？在上一代小小木叶1 DLC 的结局彩蛋中，探案号上的一台电视正播放着无信号的静态画面，而下一秒一个瘦长的人影出现在了画面中间。这意味着在小六离开苍白之城后，成为了兽奶的莫诺依旧被困在了信号塔中，并且他也发现了小六来到过探案号。莫诺依旧想要找到小六，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他是为了复仇还是另有目的。除此之外，2017年的原版漫画拓展了小六在探案号逃亡过程中，在一处隐秘的房间发现了围绕篝火聚集的幸存者，他们之间互相分享着自己是怎么来到的探案号。其中一名孩子的妹妹被名为北风的怪物杀死，而自己则被摆渡人救下。另一名孩子曾因为好奇去到满是镜子的怪物家里探险，却变成了怪物，又被摆渡人抓到送来了探案号。这版漫画主要补充了2个非常重要的设定。第一个是被困在这个世界的人会慢慢遗忘自己的记忆，这点在之后我们马上就要聊的有声小说《恶魔之声》中也会再次强调。第二个是强调了摆渡人的角色，他像使者一样在世界各地搜寻着合适的孩子作为引进的养分。但这个原计划发行4期的漫画系列，在发行2期之后就被暂停取消，草草收尾。取而代之成为官方漫画的，则是在4年后于2021年上架共6期的数字漫画。与重点放在探案号上的原版漫画不同，这个版本扩充了6个与苍白之城有关的故事，并且第1章和最后1章分别提及了小小木叶2剧情开始之前，小六被敌人抓住并在树林中见过莫诺的过程，以及莫诺和其他几个孩子所在的房间被放火，他躲进电视机，最终被形似兽男的高大身影抓住的故事。也就是说，早在遇见小六之前，莫诺就有过一群一起生活的伙伴，并且最终都被兽男抓住。但奇怪的是，对小小木叶2的主线故事产生了矛盾。如果莫诺已经被兽男抓住，他又是怎么从丛林中醒来，并且与小六相遇，再次来到苍白之城击败兽男的呢？这也引出了关于小小木叶2最大的疑点之一，莫诺究竟从一开始就是兽男本人，一切都是一场存在于时间悖论中的轮回，还是他也是像小六那样是接替了兽男位置的继承者？但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我更偏向于后者，即莫诺是兽男位置的继承者。在回忆小六在探案号的经历后，我们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个设定，那就是不论小六还是莫诺，他们都被眼睛选中，进行了一种通过重重试炼最终替代某一个区域掌权者的仪式。这也解释了漫画与游戏的矛盾点。漫画中的高大人影出现时，伴随着与兽男相同的电子故障声音，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兽男。
但这时候的莫诺在与他接触时，还没有拥有与游戏相同能够让画面扭曲和受难互相影响的力量。同时，在官方推特对黑塔的描述中写道：“你准备好回去了吗？”说明了莫诺曾经确实被抓到过黑塔，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被眼睛发现具有成为新傀儡的潜质。于是眼睛把他重新放逐荒野，希望莫诺重新来到苍白之城，向杀死了自己同伴们的受难复仇。这就是眼睛需要他完成的继承仪式。正如当被问及莫诺逃避现实的方式是什么时，官方推特回复道：“也许是复仇，再来一次的机会。”也正因此，莫诺才会比其他孩子更理解世界的残酷，也才会更加习惯用纸袋盖住头来逃避现实。同时，这解释了莫诺是因为复仇才会被电视和受难吸引。除此之外，官方推特还曾经回复过一个关于小六和莫诺关系的留言，明确表示没有合作的话，他们都会死。而如果一切都是一场既定的轮回的话，也就意味着莫诺不论是否和小六合作，都会在最终击败受难，不会出现官方所说的失败情况。这从侧面证实了我们的猜想。而小小木叶2另一个最大的争议则是，在结局的时候，小六为什么要在完全有机会救莫诺的情况下松开了抓住他的手，从而酿成了最终的悲剧？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游戏中多次出现的黑影身上。而根据时间线的顺序，小小木叶1中小六进食时出现的黑影小六，在与2代他被受难抓住后形成的是同一个。这些黑影是个体在被信号塔传输吞噬或扭曲后剩下的东西，本质上就是部分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小六在放开莫诺时如此冷漠，因为他失去了自己部分的灵魂，代表他行事的并不是真正完整的小六。这同样解释了小六在小小木叶1中所呈现出来的冷酷无情的反英雄性格。而小六的饥饿也是从黑影出现后才开始的，代表着失去灵魂后不再完整的他产生了极大的空虚，并以饥饿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一点在莫诺砸碎运河进入他内心世界发现空无一物时也有所体现。回顾游戏，当莫诺屡次失败且要放弃寻找小六的时候，正是黑影小六指引他到达了黑塔。这说明了小六的灵魂深处仍然关心着莫诺，但在最终关头把莫诺救上来需要2次努力。第一次的抓住是灵魂深处的本能，第2次的放手则是残缺灵魂的漠然。接下来则来到了隐藏在2位主要角色背后的小小木叶世界中的终极谜团：眼睛究竟是什么？不论是小小木叶1中各式各样的眼镜符号，还是一只以实体现身在小小木叶2中的肉墙，都暗示着他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意识，并且无处不在监视着一切。在正常情况下，他并不需要主动现身，只会奴役那些有与他生存的傀儡，比如苍白之唇的兽男、贪恶号的夫人。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蛊惑、吞噬、成长。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被影响，尤其是年纪不大的孩子们。眼睛唯一能控制孩子们的方式，也只有把他们变成诺布精灵，而不能直接完全的吞噬他们。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有着精神纯粹性的童真。这或许也能解释眼睛的本体或者构成，它是一种欲望汇集而成的恶意实体。在小小木叶立项的时候，最初的名字叫做饥饿。游戏的高级设计师戴夫也公开介绍过，小小木叶1和2的主题分别是贪婪和消费，以及逃避现实。这些都是人类最基础的欲望。眼睛的运作方式也逐渐清晰起来，利用人类最基础的欲望和作为最深层恐惧的具象化噩梦，来逐渐影响这个世界里的人，尤其是成年人。而孩子们的认知和欲望更简单、更纯粹，因此也会更少的受到眼睛的影响。小小木叶2官网中的游戏介绍也佐证了这一点，唤醒你内心的童真，于黑暗之中拯救小六。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赛季小木叶中痴迷于家人这一欲望的伪装者，也变成了眼睛的傀儡。同样的，当被选中的小六和莫诺意识到这个噩梦世界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现实时，就失去了童真的保护。我们之前提到的寄生仪式也可以再次细化为3个步骤：第一，选中拥有最纯粹童真的孩子；第二，完成他们内心深处最恐惧噩梦的试炼；第三，最终让他们在彻底的绝望中屈服，从而被眼睛融入噩梦世界，并获得力量，成为新的傀儡。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疑点：这个世界究竟是梦境还是真实存在的？这就要再提到于2023年推出的有声小说《噩梦之声》，讲述了努恩因为患上了严重的噩梦症，被送往了位于巨蟹的医院，由一名心地善良、经验丰富、叫做奥托的精神病医生照料，通过描述自己噩梦的方法来进行心理治疗。然而，努恩的症状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不仅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噩梦中的画面和声音，甚至可以感受到气味和触感，仿佛他真的存在于那个世界一样。不仅如此，当努恩在描述自己噩梦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身穿长外套、头戴渔夫帽的人，
无论如何，努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看清他。而这个人就是小小木叶系列中的摆渡人。迪奥的还见到了和小小木叶世界中一样，各种成年人体型的扭曲怪物，影子一样的小孩灵魂，以及脆脆神秘带有野劲的肉墙。随着谈话的进行，努恩现实中的身体竟然会在睡梦中突然消失，又在醒来后突然出现，仿佛他正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而当做梦的时候，努恩原本身体上的疼痛也会全部消失。他们把那个真实存在的一方称为无处，也就是小小木叶游戏故事所发生的世界。了解到这些的医生仿佛被唤起了某些记忆。原来在奥托小时候，他最心爱的妹妹西西也有过相似的症状，并告诉过奥托自己在梦里也看到过摆渡人，并在不久后彻底消失。那之后，奥托医生跟着自己的教授沉迷于超自然现象和世界的研究，希望能够找回妹妹的方法。但在努力无果后最终放弃，并极力否定着以往的研究，以此来安慰自己。但这件事情依旧困扰着他整个人生。但现在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并且就发生在这个自己触手可及的小女孩身上。而让医生更加确信努恩和妹妹在同一个世界，并变得更加执着和疯狂的是，努恩曾经提到自己发现过一件黄色的雨衣，而妹妹西西正是那件黄色雨衣的主人。当奥托认出雨衣时，背景响起了一个类似于小小母院主旋律的曲调，更加证实了妹妹都已经进入了无处。The yellow rain yellow。 Was anyone else around? 但梦是强烈的，源于个人意识的。为什么梦中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又为什么不同的人能够出现在同一个梦中世界呢？奥托解释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共享梦。来之后，他重拾了自己曾经和教授的研究，并逐渐变得残忍，背离了自己的善良和道德。奥托修复了可以共享梦境的机器，并通过糖果下药的方式，强迫努恩不断重复的入睡，进入噩梦世界，打算借由努恩和摆渡人说话，从而获得进入无处的资格，寻找妹妹。但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神奥托如愿在现实和无处的过渡地带见到了摆渡人，并成功和他对话，但显然还没有进入到无处的资格。在得到摆渡人一连串的谜语之后，努恩被带走，彻底消失。奥托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之前妹妹消失那样，他愤怒至极，砸毁了房间里的很多东西。就在他稍微缓过神的时候，一名小男孩梦游开门走了进来，奥托也突然重新找到了目标，递给了小男孩催眠用的糖果。噩梦之声所透露的信息量极大，除了再次强化了身在无处就会逐渐失去记忆的设定，还提到了无数的光芒是由巨大眼睛产生的，这些光芒的强度足以反射回去出照亮整个无处的太阳，才得以让小小木叶的世界有可见度。但任何直接注视光芒的人也都会受到剧烈的痛苦。这刚好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探案好时，小六可以通过镜子反射光芒击败夫人，而光芒不偏不倚，刚刚好出现在小刘脚下，说明眼睛会对自己选怒的孩子在试炼过程中给予一些帮助。莫诺在被抓住又重新放逐后获得的能与兽男对抗的能力，也许同样是一件赐予的。除了再次完善之前已有的设定，最重要的是恶魔之声确定了小小木叶的世界无处是平行于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而且无处是由多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区域汇总而成的。这些区域或许和被选中孩子们的意识有关系，也就意味着小刘和莫诺之所以被选中，分别成为了小小木叶1和2的主角和继承者，因为他们身上分别映射了两座游戏贪婪和逃避现实的主题，而所有的区域都处在同一个共享梦的世界中。不难猜测，这个庞大共享梦的主人就是眼镜。而至于奥托的妹妹西西，那个黄色羽翼原本的主人，是否就是极小木叶中的主角黄羽女孩呢？关于这部分，目前的信息还太少，很难做出判断。而现实世界郡县也会作为与无处互相影响的重要地点进行拓展。目前已知的是，这个现实中的地方是一个人人都无视黑暗和堕落的世界，并且发生了多起原因不明的儿童失踪案。而即将在10月发布总共3期的漫画《堕落之无处》，就会把重心放在郡县2位侦探关于儿童失踪案的调查上，同时还会有新角色 Hush 和 Model 合作，展开在小小木叶2世界线之前在无处合作的冒险故事。这也许具有 Model 的第一次被抓有关。除此之外，目前系列近期发布的作品还有10月发布的小说《孤独之人》，即将在10月10号发售的小小木叶3，故事将发生在全新的区域螺旋和全新的2位主角身上。2025年6月发布的预告片正在计划中的小小木叶定格动画，同样是2025年6月发布了预告片的 VR 游戏异变回声，以及2017年宣布过但目前已经没了什么消息的小小木叶电视剧。小小木叶系列的相同世界观作品依旧在不断拓展，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视角和信息，无限出背后更多的真相。这些我也会在后续跟着大家一起补全。最后的最后，再次回顾整个小小木叶系列，尤其是作为系列开端的小小木叶1，其中有很多标志性的视觉元素，比如日式打扮的 BOSS 融合了东西方的布置风格，
喜欢挂号的夫人房间，寓意着监视一切、控制一切的引进符号，为失去名字和记忆的设定。第七从海上来到固定场所的机会，和诺姆一样搬运煤炭的小精灵，以及暴食饕餮岛畸形的人形，都让我想到了另一部影史留名的作品《千与千寻》。电影讲述了一个女孩误入神异世界后，为了解救因为暴食不该接受的食物从而变成猪的父母，在各类长相奇特的神明专用的洗浴场油污中的冒险和成长故事。电影的很多内核也都可以和小小梦魇产生呼应，比如油污的机器固化、无脸男的欲望膨胀、父母因为贪吃沦为的牲畜，都讽刺了饥饿与消费主义的荒诞。而其中千寻牢记本名并帮助白龙找回名字琥珀主的情节，则是我最喜欢的一幕。电影中温柔善良的贤婆婆说过，发生过的事情不可能忘记，只是想不起来。名字和记忆就是个体存在的证明。小小梦魇中眼线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一种对个体的异化。在无数的人会慢慢丧失所有的记忆，同化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这也导致了小六和 Mono 最终都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为恐惧、最为厌恶的怪物。而强调自我，则是最根本能抵抗异化的武器。我们以上所有对小小梦魇的考究和猜想，其实也都是一场拨开迷雾、尝试寻找真相的旅途。也许这就是小小梦魇为什么要如此隐晦的原因，也许这就是整个系列的利益。希望我们能在面对恐惧和未知时，还能保持童真般的勇气和好奇，寻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真相。